穿越这浮夸的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。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路。幸福从来没有预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，追踪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设防，可以不让你秘密就在心中，纯洁思念为记相同，风暴刺破天空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揉碎跑向大海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答案就在前方。设防，可以不让你秘密就在心中，甚至思念为记伤痛。风暴刺破天空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揉碎跑向大海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轻轨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快来救救我！我好像被人下毒了，你看我这胳膊都快溃烂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好了，师傅，你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膜什么修复术啊？哎，就你这功夫，在我们那儿的妇产科开一个什么门诊的话，肯定生意特别的好。想要修炼玉女神功，就必须得守身如玉。这手工砂为天下奇毒，一旦你失了身，若没有本门相应的内功救治，就会全身溃烂，毒发而亡。什么？手工砂？师傅，您刚才说给我哥种了手工砂。这次你差点出了意外，全都是因为他，我自然要让他尝尝苦头。可是，师傅，你放心，待他娶你之日，我自然会帮他消除那个痣的。他若是安分守己，就会没事的。师傅，你对他是不是有点太狠心了？你可是心疼了？谁心疼他？我只是案子破不了好吗？而且哪儿还有什么他娶我的那一天啊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哎，站住！哎呀！站住！老婆，你又来呀！相公，那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一天要行房8次。我是看你太辛苦，都已经给你减量了。1天8次，老婆，这小广告害死人，庸医的话可不敢信呐。总要试一试嘛。老婆，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，可是我们应该讲究科学的方法呀。什么才科学嘛？你知道排卵期吗？什么期？哎呀，就是你每次来大姨妈之前的那12到16天，那个时候是排卵期，是受孕的最佳时期。显然今天不是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个不准呢。哎，老婆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你坐。作为你老公呢，你的心情我真的能够理解，我也会全力的配合你的。
以后呢，我帮你计算排卵期，科学的手段，在那个时候受孕，才会一击即中。公子连日劳累，我给公子泡泡脚。春芽姑娘，我自己来吧，你请回。公子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今日就陪公子安息。哎，春芽姑娘，万万不可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公子，你身边缺个女人照顾你，春芽不敢与公子有夫妻之名，甘愿伺候公子一生。春芽姑娘，感谢你对我的一片心意。但是现在可盈的案子悬而未决，我心无他念。叔叔，哎，先生，你可算出来了！我一大早就在这等你了。怎么等我喝早茶？先生，你忘了，今天可是知府大人限期破案的最后一天。哎，刘表怎么样了？神仙姐姐药到病除，这小子已经活过来了，就等着你审了。提审刘表。好。上正务。你可对这欠条有印象？这是那个烂赌鬼孙柱子写的，他欠了我的高利贷。哎，你们就凭这个抓我呀？是老爷我在问你，为何欠条不在你身上？那个孙柱子拖欠我2个月钱没还了，我就叫我的手下小黑打断了他一条腿。再后来，那孙柱子断了腿以后，就更赚不到什么钱了，我也就不指望他了，就把欠条给了我一个叫涂老四的朋友。我问你，孙柱子欠你多少钱？100两？1000两？我靠！你是土豪啊！你借给别人1万两1两？靠！1两银子你打断别人的腿？我看你不是在讨债中爆发，就是在讨债中变态。人家卸了你一只胳膊也是应该的。1两那是本金，这利滚利嘛，今天1两，明天1两，这那个什么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什么？我把欠条给了涂老四以后，他拿去做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胡说八道！你要是跟白骨案没关系，我们抓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，你们抓我之前也得通知我一下，不是？再说后来，这位公子也没跟我说呀。我问你，你为何愿意无偿的把这个欠条赠与涂老四？大胆刘彪，还不赶紧把白骨案从实招来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毒性还在身上，如果停止用药，你的毒性还会发出来。听说你这个毒药毒性很强，可以让你的手足俱残，性功能丧失，直至性命丧失。来呀，大刑伺候！是。等，我说，这白骨案是我干的，从实招来。我之前看上醉英楼的一个姑娘，就叫涂老四帮我从中撮合。哎，谁知道那姑娘脾气特别的倔，竟然从楼上跳下来，摔死了。我怕事情暴露了，就和涂老四偷偷的把尸体给埋了。哎呀！先生，这刘彪还算老实，这下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了，我们可以向知府老爷交差了，我们这算提前完成任务。来呀，让刘彪签字画押。慢着，大人，当时动手的主要是涂老四，要不是他逼得急，这小翠也不会跳楼嘛。再说埋尸体是他干的，怎么单单抓我呀？小翠，刘彪，我问你，小翠是不是醉英楼那个？对啊，就是在醉英楼门前摆摊那个小翠嘛。摆摊的？刘彪，尸体你们是不是埋在了菜地里面？菜地？什么菜地啊？那是柳树林儿，哪来的菜地啊？
大人，咱们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你可不能诬陷我呀！刘彪，你现在把你谋杀小翠所有的经过一五一十，一字不漏，不许说假话，全部说出来。小翠，你怎么在这摆摊啊？啊，跟我走吧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就是，住手！你干嘛去？干嘛？妹妹，别怕。小翠，我刘彪看中的人，还没有能够逃出我手掌心儿的。走，哼，走。停，里边停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压的多就赢得多，压的少就赢得少。来，走走，买定离手。哎，就压大，就这点钱，不压大，这样，我就这点了。再来，那我全压了。好，后来呢？后来我把小翠抢回家之后，谁知道那姑娘誓死不从，竟然撞墙而死。我怕事情暴露了，就和涂老四偷偷的把尸体埋到城外的柳树林里了。不是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又多了一桩白骨案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记起来了，2年前在宁国府城外的柳树林里发现了一具白骨。我们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到真凶，原来是刘彪干的。好不容易发现的线索，现在又断了。我们现在只能冲着欠条的线索，找到涂老四，才能真相大白。等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你们不是为了这个白骨案来的吗？此白骨案非彼白骨案。大人，您看我刘彪平时就喜欢开个玩笑，这之前我说的话那全都是瞎掰，你们可千万别当真啊！靠，你不当编剧都可惜了，你怎么不去好莱坞啊？啥莱坞的咱就不去了，只要把我放了就好啊！那个改日不，待会儿我请哥几个喝酒啊！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！哎呀，好，来呀，把刘彪给我拖入大牢！是。哎呀，我这嘴巴怎么这么欠呐？哎呀，我嘴巴欠呐！什么？刘彪居然没死？属下无能，让那柳若冰用本门解药给救活了。这次又让杨秋池逃过了一劫。好消息，那个刘彪不是凶手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朝廷的期限已到，看来这次杨秋池是在劫难逃了。咱们静观其变吧。属下知道。对了，库银那边有消息吗？正在查。一定要赶紧打听到库银的消息。我们现在正需要钱。我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哎呦！老爷，涂老四抓到了吗？涂老四已经失踪多日了，我等多方查找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这如何是好啊？这个啊！我们现在不能凭刘彪的口供就认定涂老四一定是凶手，必须抓到他本人。可是他没时间了呀！老爷，知府衙门的官差到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呀！期限已到，白骨案未破，你二人有何话要说？启禀大人，案子也算大有收获，现已查出凶手可能是涂老四。可能是？岂有此理！本官要的是确凿证据。难道你要让本官以可能之名向按察司交代吗？大人，库银的案子。来人，把宋知县和杨秋池押入大牢，等候处置。库银一案有线索吗？启禀大人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没有线索，你瞎报什么？大人，小的倒有个主意。说。我听说那杨秋池神断之名名不虚传。白骨一案虽然没有抓到凶手，却也收获不小，还破了另一件白骨案。
杨秋池，本官念你是个人才，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大人，大人尽管吩咐。我这另有一案，如若能破获，也算将功折罪。大人，不知道是什么案子，但杨秋池肯定能破案。半个月前，我衙门银库失窃，丢了不少的银子，虽多方侦破，但毫无结果。此案关系重大呀，倘若你破获此案，追回银两，本官再宽限你10日。敢问大人，丢了多少银两？2万多两白银呐！2万多两！我靠，那就是2000多万人民币呀！这数目可不小啊！什么是人民币啊？大人，这就是银库。银库失窃是在半个月前，那日深夜4更，银库的气窗被人锯断，贼人应该是从气窗潜入到库里，窃走了库银。那当晚看守的人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值班的2个人都说没有听到什么动静。敢在戒备森严的知府衙门盗窃库银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这看守库银的有几个人？一共4个人，轮流值班，每班2人。当日就是他们2个人值班。那钥匙在几个人手里？钥匙有2个人掌管，仓库必须2把钥匙同时用才能打开，而他们交接班的时候，必须要交给固定的看守看管，从不交叉。行，知道了，打开门看看。开门。2位，这边看，贼人锯断了铁栅栏，从那里钻了进来。不过当天气窗就换过了。那换下来的铁栅栏在哪里？案子还没结，破的窗子我还保留着，在这儿。这绳子是贼人翻上翻下爬墙用的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栅栏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就在墙外面的地上。好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好，请。就在这儿。这里有脚印。我问你，这银库晚上有人巡夜吗？失窃以前没有，因为有看守，而且衙门有打更的，每半个时辰来巡视一次。我知道是谁了。啊，这么快？把那些看守一起叫过来。好。来，把你们的手都伸出来。就是你，跟你一起当天值班的那个人，就是一起盗库银的人。冤枉啊，大人！大人饶命！冤枉！我真的没有偷啊，大人！哼，没有偷？那你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我这是自个儿不小心摔倒，被石头划伤的。被石头划伤的？哼，那你的摩擦伤在哪里？你手上的伤窄而深，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天，但是依然能够看得出来。一看就是利器所伤，根本就不是摩擦伤。我记错了，是自个儿不小心刀子划的。放屁！偷盗库银那可是死罪，而且你还偷了这么多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立刻交代库银去了哪儿，我们追回来库银，还能将你从轻发落。快说！我们真的是冤枉的呀！杨大人，如何说就是他们俩呀？因为有证据啊。这个是被掰断的栅栏，这最后的连接点是掰断的。这贼人锯断下端之后，再锯上端的时候就停止了，然后用力掰断。这些锯断的端口，有些已经比较旧了，都生了锈，可是有些还是比较新的。
这不同时期的断口，一看最起码是需要几天时间把它完成的。队长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贼人在把这些栏杆锯断之后就没有再锯？如果不仔细查看的话，肯定看不出来。等到需要用的时候，再用力把它掰断。你们试想一下，这么多栏杆，要是在同一时间被锯下来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需要很久的时间。他们还得躲避打更的巡捕，这打更的巡捕一来，他们就得下来；这打更的巡捕一走，他们又上去继续锯。这前前后后反反复复，需要很久的时间，才能把所有的栅栏全部锯掉。他才会在墙上留下这么多杂乱的脚印。而且这气窗锯下来之后，一个人根本就爬不出去，更何况这一个人要带上2万两银子从这里爬出去，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。是有人故意制造假象？对。那如果不从气窗偷出去的话，房内也没有故意凿墙挖洞的痕迹，那就只能是他从这个门走出去，而且没有外人，肯定是监守自盗。没错，钥匙是在2个人的手中，只有2个人同时才能把这个大门打开，而且要把这个气窗的铁栅栏全部锯断，伪造现场，这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，只有2个人合谋起来，才能把这件事情完成得好。大人，您再看看这个，怎么有淡淡的血腥味儿？这个是掰断栅栏的时候，偷盗者的手被划伤造成的。你再试想一下，他的手。哦，果然是你们2个啊！还不从实招来，还等本官用刑吗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库银呢？藏哪儿了？被财神爷带走了。财神爷？嗯。